比特币还会继续上涨吗 ？ETF 会不会通过？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我们依然坚定的持有这2张多单。那目前呢，总和利润已经非常接近500万的台币。目前比特币呢是已经吃到了非常接近21个百分点的涨幅，也就是有了3颗多比特币的利润。那以太坊呢，相较之下就少了很多了，因为山寨币还有以太坊在这波涨势当中都是比较弱势的。那如果你也对交易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境$100，就会送你$30的现金哦，而且你可以直接提币走。那新用户呢，质押$1000就可以获得100%的年化收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比特币的盘面。我们从周线来看，其实从周线上呢，我们可以发现啊，目前已经走成了一个上升通道。而且呢，我们在下方有2个接触点，上方也有2个接触点，也就是这个通道它绝对是有效的。你可以看到呢，这样绝对是有效的。那其实这种通道我们在之前呢也有见过，这绝对也不是第一次见了。我们可以发现呢，我们之前呢也是在周线级别这个位置，它也出现过一次通道。那随后呢，我们是在通道的上缘受阻，然后我们就开始回落了，我们没有进一步的突破。上一次没有，但这一次我相信我们是有机会的。那我们现在呢产生阻力很正常，因为我们现在它其实也遇到了整个通道的上缘的阻力。那其实即使啊我们一直留在通道内，我们到了3月15号之前呢，我们到最高点呢也非常有机会，非常有希望可以见到5开头的比特币。好，确实是这个样子的。那如果说我们又表现得更强势一点，也就是我们突破了这个通道，如果说我们能突破这个通道，那我相信我们未来的涨幅呢，绝对会远远超出所有人的想象。你现在在网上看到的所有人的想象，前提是我们要强势突破这个通道，因为这个通道它本身就已经是上行的了。如果我们又在往上做突破的话，那么就可以代表我们这波趋势它一定还会再打得更深远，要比所有人都要想象的深远。如果这里能被突破的话，绝对不是什么48000，绝对不是什么51000，甚至也不是6万能挡得住的。那么我们到时候呢，可以来仔细观察一下它能不能突破这个通道。那其实我们现在呢，来稍微观察一下大家的仓位情况。我们可以发现啊，现在资金费率经过了前面清洗杠杆过后呢，现在已经变成很干净了，已经没有杠杆了，杠杆已经被清除了。包括 Bybit、币安还有 OK， 资金费率基本上都已经恢复正常了。那其实我们在顶部的时候呢，资金费率不可能是呈现正常的情况，所以现在绝对还没有到顶部。而且以当前比特币又走得比山寨币、以太坊更强势的这个情况看来呢，我认为我们还有一段距离，我们才能见到最终的顶部。现在都还没有出现这种顶部的特征。好，那我们在这里其实是蛮有机会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依然持有现货，依然持有多单。好，那我们回到日线上呢，我们可以发现啊，在日线呢，这里其实就稍微有一点点不太妙。从周线来看，其实还是非常好的，但从日线上来看呢，有一点点不太妙。原因是我们的突破，你可以发现呢，我们之前突破MACD 它基本上是没有产生出背离的。那我们这三段的 MACD 的波峰呢，它可以对应啊我们这前面3段的上涨。那其实我们这3段的上涨呢，我们并没有走得越来越弱哦，并没有。那现在我们要观察一下它会不会走得弱了。如果说它走得弱了的话，那其实我们的风险呢也就会渐渐出现了。你可以观察到，我们对应的这3段的上涨呢，它其实相对的就是这里还有这里的涨幅。那么你可以发现呢，其实我们在第2波的时候，这个位置的时候呢，我们又比前面更创出了一个高点，也就是我们上涨的强度呢，它绝对是没有减弱的。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现在，如果这里减弱了的话，我们的价格更高了，可是我们的 MACD 没有更高，那么就代表我们的上涨的已经开始衰竭，已经开始呈现衰竭了。那其实目前看起来这个衰竭的机会呢，还是蛮高的，因为可以看啊，我们在第2根 K 线我们就收了阴线，而且量能是还算是有的。那如果我们后续呢没有这种连续的，一定要连续性很强的阳线呢，它才能把这个背离给冲掉。而且我们必须打出一段距离的长度，我们必须打出深度的。如果没有打出深度的话，那其实也是无济于事。所以我们对于这段上涨是很要求的。第一个是要求连续性，时间不能拖得太长，它就要打出距离，而且呢，我们要打出一定的深度。那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
现在呢，我们要比前面这一段的涨势要来得更强。那我们前面这段涨势，我们只花了4天哦，我们就涨了20个百分点了。那如果说我们在4天之内呢，涨20个百分点，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在4天之内哦，涨20个百分点，那我们会直接达到52000啊，会达到52000、53000的这个位置。那我们可以来仔细观察一下，如果它没有达到的话，那么我们就会真的开始慢慢衰竭了。好 ，OK。那其实我们在日线上呢，我们也是突破之后，它才产生机会的。我们之前有谈到说，这里它有一个三角的机会。那突破之后，其实突破就是一个最好的入场时机点了，因为就表示它已经确认突破了。那当然，我们在这里呢，这次错过的都还没关系哦，因为我们在昨天都有出现机会啊，都有出现机会。像突破的时候呢，也是可以追进去的。那你可能会说，那你怎么不现在讲啦？你怎么不之前就讲？对，我们就是之前就讲的。你可以观察一下。我们在当时 ETF 被拒暴跌的时候呢，当时还在下跌的时候，因为我们是下跌的时候直播的，我们是直播，然后它就开始下跌这样子。那当时呢，我们就有谈到这波下跌其实是如果杠杆被清干净的话，是可以考虑进行抄底的。而且呢，如果你要入场，这绝对是最后一次机会了。那甚至我们在前几天呢，3天前又要拉盘了，3天前还没有拉盘，我们就有说又要拉盘，然后我们就有谈到说冲刺新高了。那新高我们又有做一次直播，所以很欢迎大家可以收看我们的直播。然后我们也有谈到说梭哈要快，比特币要拉盘了。那现在呢，也可以很完美的印证我们的说法。那其实我们在日线上呢，我们也可以发现，它其实是出现了不少个通道。那这个通道其实都是调整的结构，而且呢是强势调整。在这里有一个通道上行的，然后这里呢也有一个。当然这个针我们就忽略了，因为这个针它是比较特殊的情况。那你可以观察到呢，基本上这两个通道第一个通道上破了，第二个通道如果说它上破的话，我相信它也应该要走出跟我们之前呢看到的涨幅一样的这种距离，还要产生一样的情况不然它就会真的开始慢慢走衰竭了。那昨天呢，其实这根阳线它的量能呢，还有实体部分的长度绝对是够的，那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它接下来的表现如何。好，那从4小时来看呢，有人可能会一直等待说，它能不能回44000啊？能不能回44000？其实必须说，如果说它能回44000的话，那这个多单呢还能不能追？还能不能这种拼命的追？那这个就要打上问号了。因为如果说它还能回44000的话，就代表说它真的不够强势。就像我们之前呢，很多人在这个位置就会一直去等38000、38000，但如果它真的能回38000，那就代表它不够强势。它没有回去，那才代表说它后续才真的能打出比较深远的距离那这根针或许它也是消息面的影响，那我认为目前来看对盘面的影响是不大的，绝对还是保持多头的这个结构没有被改变。那我们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比特币 ETF 的现货 ETF 它的截止日期，也就是 deadline。那么就在明天1月10号，我们就会迎来最终的公布了。那当然，这个是对于方舟投资公司来说最后的公布。那对于整个比特币现货 ETF 呢，其实最终的日期要落在3月15号，而且最重要的呢，也会是在3月15号。那我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但是我认为1月10号即使不通过呢，消息也会已经反映完了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它其实也已经反映完了。我认为它不会比这样子的跌幅要来得更夸张，不会即使它真的不过的话，我们3月15号还是有机会的。那如果通过的话，那就是皆大欢喜很有可能我们就直接突破通道，然后开启我们之前都没有想象过的这种涨幅。非常感谢各位，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们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